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青城一清还，权威博客给了一个中秋节庆条幅，开张时真的可以随时交流吗？袁冰妍嘴上的断言欣喜若狂。今年出事的艺人中，袁冰妍应该是有些人的遗憾。7月，多家媒体宣布，他的组织因避税被罚款。由于他是他所服务的合法个人，因此事情会产生非凡的影响。尤其是他要传达的2部戏《花落之时》，奉君和倾城同样欢快。自从袁冰妍出事后，争论不休，许多人需要列入黑名单，但同样有大量他的粉丝将其合法化。大量证据被发现，说组织不留不缴，不是避税。万一粉丝说的有道理，最好还是有真实的媒体站出来。袁冰妍出事后，狐妖小围棋的演员阵容被涂山丫丫所取代。她即将上映的2部剧集的历程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刘雪怡主演的《重逢花季》被芒果从2022年电影名单中剔除，这意味着今年无论如何也不会传播。随后，落花制作人表示，有2场演出，其中1场是落花时刻。袁冰妍和钟汉良主演的另一部《魅惑清欢》也受到影响。然而，几个月后，青城一清欢的真博客今天开通，并发布了一张以他为主角的中秋庆祝活动照片。消息传出后，不少人都估计，意外的开启真的是打算还有期待的传送吗？目前袁冰妍的言论呈现出2极分化的格局，真正的粉丝在支持和停顿，有些人在站出来。几位博主表示，不管节目能否传播，在超过2年的时间内，您可以检查该记录是否可以访问。现在袁冰妍的记录还在，那之前的高手极有可能会被迫。不过，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还有一些人踩到了悬置的主要关注点的记录，但作品实际上是无法交流的。每次艺人出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他们要传达的节目的影响。一场演出有很多人的努力，背后的制作者无法估量。由于一个人发生了事故，因此覆盖了一个节目，这被许多人认为过于直截了当。然而，如果没有被覆盖，工匠需要承担的赌注过低，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青城一清欢今日发来一张吉祥图，花开时节毫无进展。7月，我发了一张男主刘雪怡的贺图，被无数网友追捧。据评估，这个官方博客令人担忧。袁冰妍的戏能不能传播，就看权威了。在袁冰妍出事之前，她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这种征税方式一旦接触到，对于旁观者的名声来说，实际上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我们是在网络上吃瓜的人，我们没有选择这些的特权。是否传达取决于权威结果。我已经看到很多个人的不幸事件影响了节目。快播节目比较好，它被推迟的越多，赌博就越突出。02陈香如碎片诚意演技考察，对应远、唐周、玄烨的理解。在小伙伴们的问候下，让我为诚意所饰演的3个职业的演技作曲。由于个人评价和解读一般都写比较大，表演评价可能不高，不过考虑到小伙伴们的邀请，我就试试看诚意的表演能力是如何从个人解读的3个角色中琢磨出来的。人物在佛经中，轮回的众生分为6界，其中3德分别是天人界、阿修罗界和人界。借助诚意演绎的3个字对应3德，应元是天人之道，唐周是人道，玄烨是修罗之道。下面我们来看看这3个角色的特征。应元，菩萨眉头微蹙，笑得安详。佛经上说，天人相框里可能有温和的，他们肯定是慈悲的，现在不想杀人了。这在应远心中思索着，他的眼眸深邃而悠远，他的笑容低沉，眉眼低垂，沉着冷静。这是应远对我的第一个影响。第1集中，天帝在瑶池举行了宴会，邀请魔界、冥界3个世界的人类
观察历史遗留下来的双四叶寒历，而最厉害的应元帝君也不再参与其中。璎珞帝除了不爱热闹，也不喜欢女人。在彼岸，应登与应登结为多年，他有外遇，欲勾引他，他并没有因此而糊涂。这样的画面，除了应元金白衣祭祭外，还得说是诚意对这个人的塑造。最传统的场景是燕丹跳桥的场景，修仙欲减色，欲以刃正道。爱是混乱的本质，不克制就会生魔，很难消灭。应远最初拥有修罗之血，从小借助帝皇受教，他通过修炼压制了修罗的魔性，但在爱的面前，此时他却无法将其彻底摧毁，所以在无桥的场景中，在他自制的背后，他省了切割，变得忧心忡忡，忧心忡忡。而这些感情都隐藏在那双微红的眸子里，与唐周的深情截然不同，甚至与玄烨的妖艳截然不同。此时，应远的目光是收敛的，通常有意出池的机会。这个时候，诚意的整体表现就有点像满月了，一个大的因素会溢出，一个小很多的因素可能会亏本。因为有无数天兵守护着他，他根本不可能直接说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且他和唐周一样敢于对桎梏说不。而由于应登在他的背后变得妖孽和危险，他更不可能对颜丹半点心思。上面是应远大人，同样是他的神性，温和的笑容和咖啡的眉毛，以及谨慎和体贴的体贴。应远的历史色彩是军蓝色，它的意义深远而深邃，它是一个悠闲而深邃的湖泊，也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空。我们再来看看唐周。唐周人生如下时节草木一样精彩。研究过我对唐周人物评价的人都知道，我对唐周的评价就像盛夏时节的植物一样好。唐周代表着应远一路下到人间，享受天劫。本来他是带着回忆和神力一路下凡来研究妖魔的，然而在他一路下凡的同时，却被他的回忆中记错了地方，成了唐周的降临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唐周才远离了应远的彼岸，过着洒脱、畅快、勇敢的样子。他是三个人中最勇敢、最诚实的人，他的底色是辉煌而多彩的。如果说应远对燕丹的爱是一潭满水的池子，虽然是完整的，但现在已经不再泛滥，远非平时的藏匿，那么唐周对燕丹的爱就像是雨后的彩虹，五彩缤纷。他对颜丹的爱毫不掩饰，他可能会把颜丹扔进葫芦里，用一把锁把颜丹引诱到身边，他可能会在乎颜丹是否对他有好感，他可能更在乎他为什么遇见第一域内的颜丹，不是自己，而是应元。他代表人类，这是最容易驯化和实现的6条道路之一，因为人类是半挣扎半快乐的。唐周还有人的特质，不再惧怕力量，不再惧怕天道，勇敢诚实，为自己而活。他敢于承认自己有感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更加倾向于为颜丹放弃掌控之手的职能。他通常在他周围有一种不惧怕天空和大地的年轻气息。扎个马尾辫，可以做鬼脸，吓到颜丹，甚至可以自满，让颜丹喜欢上他。程毅翻译这个角色的时候，感觉他远远处于一种舒服自在的状态，像个少年。唐周的历史色彩是艳黄色，那是秋天的银杏叶落，春天的草木绽放，剩下的就是渣男玄烨了。玄烨，我需要这一天，我不能遮住我的眼睛。悟空传。玄烨是这3个人中最多的一个，因为诚意表现出了玄烨的狂野和深情的分裂感。关于修罗一族，佛经中的描述与剧中的设定基本一致。修罗一族生性好斗，极度心强，尤其是对于天界丰富的物资，是天界战败的将领。因为他们的攻击性，他们的寿命不可能像天上的那样无边无际，所以阿修罗需要吸收其他族人的元神来增加自己的寿命。修罗宗主玄烨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不得不以自己为诱饵，盗取上世元尊染成蓝色的七曜神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位修罗领袖的另一面，他的眼睛复杂而多变，
如果说他早期只是在演戏，他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在端茶的场景中，他的走路姿势和故意掀翻茶杯，都体现了他的阴险和狡猾特征。但他的内在与外在不同，他的内心单纯而光明，所以他会肆无忌惮地爱上冉青，并为此一次次回头，希望冉青放弃拯救苍生的念头。最终，直到应远出生，这无尽的爱恨纠葛才结束。至于玄烨，程毅对他的表演再熟悉不过了，就像玄烨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他知道玄烨的心，也明白玄烨是怎么一个人的。他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形容玄烨，就是你还不认识他，但他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人。其实玄烨想要的很简单，他只希望他们修罗族不再被天庭歧视，拥有通天神通，却无法长生不老。这是他心中的结。他不像桓钦那样痴迷于权力，为了权力而牺牲一切。他的心是透明的、明亮的，他不要太多。他只希望修罗能够统治世界，希望自己和爱人能够白头偕老。玄烨的底色是琥珀色，是天边落日的余晖，也是虎眼中秀蔷薇的柔情。著名场景：父子和解之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除了惊叹程毅的演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直到再次观看现场，我才知道程毅是如何突出表演的。这一幕与其说是应元与父亲玄烨的对话，不如说是应元与他心中的另一个自己的对话，那是他一直不敢面对的自己，拥有修罗之血的自己，有原罪的人。对于应远来说，他心中的父母之一就是天帝，也就是殿青，他们代表最优秀、最聪明；另一个是玄烨，是修罗族，代表着邪恶的一面和原罪。直到桓钦将璎珞引入魔箱，引出玄烨，那是他无法面对的自己。两人的对话也让应远看清了他心中无法控制的魔性是从哪里来的。他还是第一次敢这样直面自己，直面父亲血脉中的不足和不足。修罗人之所以不能像天人那样长寿，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生命的真谛和天道的公平，妄图以生命换生命来延长自己的寿命。生与死，死与生，天地间无尽的生机，从来都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实现的。天道大公，不分贵贱，永不放弃任何生命，不分回报，养万物，养众生。最终，天地元神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玄烨终于放下了在冉青的呼唤下那盈盈一笑我从来没有恨过你的执念，带着冉青走开了。应元也终于明白，自己不是生于罪恶，而是生于众生，生于大爱。至此，应远终于战胜了妖魔，从妖魔中归来。在这部高光剧中，程毅演绎了两人的执念，以及他们对天道与人生之道的不同诠释。玄烨虽然还是玄烨，但事实上他已经不是真正的玄烨了，而是璎珞心中难以承受的过去，以及对天道、心性、大义的迷茫。凌江一句话说出了关键：真亦假，假亦真。凌江说他能看到主的真面目，哪怕是幻觉，他也无怨无悔。应元也在这个幻境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和他的过去和解。